聯邦政府咧喺4月16號咧就公布咗2024年嘅財政預算案喎。咁當中有幾樣嘢咧係會影響你嘅生活嘅喎。如果你喺加拿大係有任何嘅投資，你係有小朋友嘅家庭或者準備買屋咧，你一定要睇到最尾啦，因為呢3樣嘢咧係會對你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如果你係第一次睇 Novella Wealth 加拿大理財生活頻道，我哋係位於 BC 省列治文市嘅一間保險投資及財富管理公司，主要分享專業實用嘅加拿大財務規劃、保險投資、稅務同生活知識嘅影片。如果你對呢啲話題都有興趣，希望你訂閱頻道同埋撳埋個鐘支持我哋。大家好，歡迎嚟到 Novella Wealth 嘅理財生活頻道，我係 Novella Wealth 嘅創辦人之一 Kinson。我係 Cynthia， 係 Novella Wealth 裏面嘅理財顧問，都有一段時間冇同大家見面㗎啦。之前咧我都有拍開女人經呢一個系列嘅，如果有時間嘅話，可以睇返之前嘅片啦。咁終於咧，今日都可以翻嚟同大家見面啦。其實喺4月16號嘅時候咧，加拿大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方慧蘭咧已經喺國會度宣讀咗2024年嘅加拿大聯邦預算案喎。咁個標題咧就係為 Fairness for Every Generation。咁其中政府咧就指出咗3個重點宣傳嘅。第一咧就係話可以更快起多啲嘅房屋啦。第二就係減輕生活嘅開支，而第三咧就係有利於每一代人嘅向上流動啦嘅方式同埋發展經濟嘅。呢一份預算案喺未來嘅5年裏面咧，會新增支出大概529億嘅加元啦。咁涉及到解決房屋嘅問題嘅多項措施，同埋各項稅收啦，以及針對特定人群嘅福利政策等嘅內容嘅。呢份預算案咧涉及嘅範圍咧係非常之廣泛嘅，有好多重要嘅政策同埋措施啦，都會咧直接影響咗我哋每個人嘅日常生活同埋理財計劃嘅。其中咧最受關注咧就係莫對於就係資本利得稅嘅提高啦。呢個措施咧無可疑問咧對喺啲富裕嘅家庭啦產生重大影響嘅，但係咧佢都會可能咧涉及到中產家庭啦同埋做生意嘅人嘅。所以喺呢條片裏邊咧，我哋會深入咁探討預算案一啲關鍵措施啦，包括係針對房屋負擔能力嘅措施啦，資本利得稅嘅提高啦，新增同埋更改福利，譬如喺托兒啊、兒童教育啊、醫療咧，我哋逐一咧都會同你分析呢個政策嘅利與弊，提供一啲好嘅理財措施俾大家嘅。預算案嘅第一個重點咧就係提到咗解決房屋危機嘅計劃，增加房屋供應嘅目標咧喺2031年嘅時候咧建造387萬套新屋啦，比住房屋嘅時候咧更加可以負擔啦，促進個經濟增長咯。多項撥款包括就係60億嘅加拿大建房基金啦，支持加快同埋興建升級重大嘅房屋建設，例如喺公共嘅土地上面建設房屋啦，將聯邦嘅政府嘅 office 咧改變成住屋嘅，亦都將空置嘅土地咧徵稅嘅。仲有咧就係推動 apartment 同埋 condo 嘅建設啦，咁會準備咧撥款咧6億咧去協助一啲 builder 咧用一啲新嘅科技啦，更加快、更加有效率咁樣咧去起多啲新嘅樓嘅。聯邦政府亦都會推出加拿大租客權利法案，同埋會修改加拿大抵押貸款憲章，將租客嘅準時交租記錄咧，亦都會擺落佢嘅 credit score 裏面嘅。咁到時咧，佢哋真係買屋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更優惠嘅利率啦，同埋有更加容易嘅貸款俾佢哋買到樓上車啦。同時將會啟動一個新嘅1500萬嘅租客保護基金，為咗省級法律援助組織提供資金，有效咁樣去保護租客嘅。如果你喺加拿大首次置業嘅話咧，以下呢一 part 咧記住要留意啦。我哋有2個重點去提一提大家嘅。第一咧就係講一講 RRSP 裏面嘅 Home Buyers Plan 啦，因為大家都知道 RRSP 咧，其實我哋放錢入去嘅時候可以有得退稅啦。咁但係到真係攞錢出嚟買屋嘅話咧，如果係買你第一間房屋嘅話，就可以用到 Home Buyers Plan 呢一樣嘢啦。之前咧就可以喺呢一個 account 裏面攞到最高35,000蚊出嚟嘅，咁但係而家咧喺2024年4月16號起咧就可以喺呢一個 RSP 裏面攞最高6萬蚊出嚟，就係幫你去首次置業嘅，而攞出嚟嘅錢咧都係免稅嘅，咁當然啦都係要還翻入去嘅。還款期咧亦都有啲更改嘅，由原先嘅提款2年後咧就延長到
提款之後嘅5年後先開始攤還嘅。咁 Home Buyers Plan 裡面嘅還款期咧，亦都係維持住15年不變嘅。咁呢個權利咧，亦都可以係惠及翻早喺2022年咧喺裏面攞 Home Buyers Plan 嘅人士都冇問題嘅。咁亦都係講下啦，咁喺 RRSP 裏面嘅 Home Buyers Plan，好多人咧都會希望喺呢一度攞啲錢出嚟，就係幫佢首次置業啦，俾佢嘅 down payment 啦。咁但係最近亦都有多咗一個 FHSA，就係 First Home Savings Account 咧，就可以幫到你去買第一間物業嘅。好多人咧都係會將呢兩個 account 同時就係幫自己去儲錢啦，亦都可以幫自己去退稅，加埋去買屋嘅時候咧，可以將呢一度裡面嘅錢攞出嚟，就係幫你買你嘅第一間物業嘅。咁聽完 Cynthia 你頭先講完之後咧，其實我覺得呢個新嘅政策咧，亦都係會幫助咗好多準備買樓嘅人士嘅喎。因為咧，本來咧喺 RSP 裏邊咧係最多嘅上限係提款35,000蚊啦，而家係可以加到6萬蚊。雖然你好似話睇咗多咗25,000蚊唔係好多，但係如果你諗下咧，就話如果你係一個 couple 一對夫婦咁去買屋嘅時候咧，其實係多咗5萬蚊嘅喎。亦都你知道啦，今日買屋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開支噶嘛。之前嘅政策咧，你喺2年之後去還咧，其實可能都會有啲吃力嘅。但係而家佢將佢改咗去5年之後咧，其實對我哋嚟講買屋咧，就已經係壓力就會減低咗好多噶啦。咁另外咧 FHSA 咧，其實我哋有一樣嘢冇留意到嘅時候咧，就係話其實我哋每年可以擺8,000蚊落去，咁呢個就唔當我哋嘅收入啦。但係咧，其實喺 FHSA 攞錢出嚟嘅時候咧，就唔同 RSP 咁樣係冇個上限嘅，因為而家新嘅政策 RSP 就話你最多係可以攞6萬蚊出嚟先至當你嘅首次置業啊嘛。如果你今日你擺咗8,000蚊落去一個 FHSA account 裏邊，如果今日你做嘅投資可能由8,000蚊變到去10萬嘅時候咧，呢8,000蚊到10萬咧都係唔需要俾稅嘅喎，而攞出嚟嘅時候咧，你亦都係可以攞10萬蚊出嚟，咁就唔似 RSP 裏邊有個限額喺裏邊啦。所以咧，我會建議，如果你係準備買樓嘅時候咧，快啲去供滿咗你嗰個 RSP 啦，或者你嘅 FHSA， 咁咧會對你第一次買樓係會一個好大嘅幫助咯。而喺呢個預算案裏面咧，另外一個關於首次置業者嘅重點咧，就係物業貸款啦。如果首次置業者買新起嘅樓房嘅時候咧，因為首期唔足2成，而要強制為呢個按揭去買保險嘅話咧，呢個貸款嘅年期上限咧，將會由25年咧就會放寬到30年嘅。咁喺2024年嘅8月1日開始咧就生效㗎啦。咁我自己個人嚟睇咧，其實將呢個延長貸款期咧係個好處嚟嘅喎，因為其實咧你知道咧就話我哋買樓嘅時候咧，佢會計你每個月可以負擔嘅能力啦。如果將個 mortgage 咧拖咗去30年去還嘅時候咧，即係話你每個月咧俾嘅錢咧就會低咗。咁其實即係話容易啲 approve 到呢個 mortgage 啦，亦都係可以幫我哋咧係容易啲上咗車先。而家我睇到好多問題咧，就係話啲樓價咧係升幅得太快，其實好多人咧追唔到上去。咁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如果佢可以俾人哋容易啲上到車先嘅時候咧，咁會容易啲將來咧就會一間換一間咁樣慢慢去變大咗佢啦。咁當然啦，佢個唔好處就係話你嘅利息咧相對嚟講就會俾多啲嘅。咁但係亦都老實咁講，今日其實亦都有幾多人係會係儲咗一筆錢去買咗間屋㗎啦，係咪都係要同銀行借錢？咁不如我自己覺得就話上咗車就比較緊要啲。咁當然啦，亦都要睇翻每個人嘅負擔能力啦，睇下可唔可以真係負擔得到先至做呢個買樓嘅決定啦。其實 Kinson 講得好啱嘅，我哋喺 Novello Wealth 裏面咧，全部嘅 advisor 都可以幫你去計算你嘅負擔能力啦。如果你係想買樓嘅話，不妨就係可以約個時間同我哋去傾一傾，由你買樓、儲錢同埋點樣去攞貸款嘅咧，我哋都可以俾到一啲意見你嘅。Cynthia， 其實喺呢個預算案裏邊，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將嗰個 capital gain 嘅 inclusion rate 咧係由50% 提高到去66.7%嘅喎。或者我首先解釋下乜嘢係 inclusion rate 先。簡單嚟講咧，就係話你喺投資嘅收入有幾多個百分比係會當做你當年嘅收入啦。咁其實喺加拿大裏邊咧，唔同嘅投資產品裏邊咧 inclusion rate 都係唔同喎。如果你做定期嘅投資 interest income 利息收入咧就係100% inclusion rate 嘅，即係乜嘢咧？即係話如果你今日擺10萬蚊去做一個定期，如果每年有5%
個利息回報俾你呢？即係話你1年之後就會收到5000蚊啦。咁呢5000蚊呢，就會係當作你嗰年嘅收入嘅。咁即係話呢5000蚊嘅100，即係100% 啦。咁佢嘅 inclusion rate 就係100% 啦。如果調翻轉，可能我去買基金或者股票嘅，如果個回報都係5%，如果你今日擺10萬蚊落去嘅時候，有5%回報，即係5000蚊。咁佢嘅 inclusion rate 係50% 嘅時候咧，即係話當中呢5000蚊裏邊嘅一半50%，即係2500蚊先係當係你嗰年嘅收入嘅喎。咁即係相對嚟講，你要俾個稅咧就會係少咗啦。咁呢個就係 inclusion rate 嘅分別。咁其實 inclusion rate 咧，只不過係計算你投資賺取嘅部分有幾多錢係要俾稅嘅啫。實際要俾稅咧係要根據你個 marginal tax rate 嘅喎。嗱，如果頭先我用翻頭先嘅 example 啦，一個人做一個利息投資嘅收入係賺到5000蚊，另一個做基金股票收入都係賺5000蚊。由於佢哋嘅 inclusion rate 係唔同嘅時候咧，咁當照佢收入咧就會減少咗噶啦。咁所以今日如果我哋去做一個投資，係做一啲基金或者股票係有 capital gain 收入嘅時候咧，相對嚟講嘅稅咧係會俾少好多嘅。呢個財政案嘅重點咧就係將個 capital gain 嘅 inclusion rate 咧係會有增加嘅喎。咁其實4月16號之後咧，我都有幾個客人打電話俾我啦，就話喂，個 inclusion rate 係提高咗喎，咁即係話相對嚟講，我嗰個稅係要俾多咗啦。咁其實咧影響咧係有兩方面嘅。首先以公司或者信託嚟講咧，其實所有喺裏邊個 capital gain 嘅 inclusion rate 咧，由50% 增加到去66.7%。咁另一個影響咧就喺個人方面啦。如果你係個人裏邊嘅 capital gain 係多過25萬以上嘅時候咧，就會由將佢嘅 inclusion rate 由50% 增加到去66.7% 噶啦。而嘅重點咧就係25萬以上嗰部分開始先至將個 inclusion rate 增加到66.7%。咁我哋睇翻喺公司裏邊嘅 capital gain 咧，全部都會增加咗去66.7% 啦。但係咧，其實有啲行業咧係會有個叫 capital gain lifetime exemption 咧，係會增加到125萬個喎。咁如果你去睇翻你個行業會唔會 qualify 到呢個 increase 咧？咁你睇翻下邊個 description box 啊。乜嘢係資本利得稅呢？對於邊一類型嘅資本收益係適用嘅呢？嗱，適用嘅地方咧，常見嘅類型有幾款嘅，例如係投資物業、證券，例如係股票啦、債券同埋共同基金信託嘅單位、土地啦，或者係公司買賣股權嘅。如果公司嘅股東賣股權嘅時候咧，大多數嘅情況都係收益於資本利得嘅，咁只不過係要喺個人嘅 tax return 嗰度申報嘅。而公司賣資產嘅時候所得嘅收益咧，都係由公司嘅 tax return 嗰度申報嘅。而資本利得稅不適用於嘅地方咧，就係有自住物業啦，同埋註冊儲蓄戶口嘅，例如係 TFSA、RRSP、RRIF、RESP 等等嘅。生效日期咧，預計就係將於2024年6月25號生效嘅。嗱 Kinson 啊，其實咧喺加拿大提高 capital gains tax 咧已經唔係第一次㗎啦。加拿大聯邦政府咧由1972年開始咧已經係徵收呢個資本利得稅啦。一開始咧就係要求50% 嘅喎，咁之後加下就去到66.7啦，又去過75% 添嘅。之後又跌翻落嚟66.7，又跌翻落去50%。咁呢一個咧亦都係證明咗一點咧，就係話稅收嘅政策咧隨時都會改變。咁其實我哋講過啦，其實呢個稅嗰個增加嗰個 capital gain 個 inclusion rate 政策改變咧，其實我會自己覺得係有兩方面係最大嘅影響嘅。第一個就係話你喺公司嘅收入嚟講啦，咁其實公司收入係唔係都將個 capital gain 係增加到66.7% 㗎啦？咁其實我會覺得睇就話會影響咗一啲商業嘅活動咧，會喺加拿大會少咗嘅，因為其實你諗下。你今日想去做一個投資，都會揀一個低稅啲嘅地方㗎啦。你都冇乜聽到人就話，哇呢度正喎，稅高喎。咁然後話，喂嚟做多啲投資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個係一個好直接嘅 impact，係會影響咗一啲商業嘅投資嘅活動。因為其實直接對個公司個收益係會有好大影響㗎嘛。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個個人嘅方面啦。雖然咧個人咧就係話25萬以上先至係會有影響嘅。咁嗱就咁去睇嘅時候咧，就話一啲富裕嘅家庭啊，或者中產嘅階級咧，咁會做最大嘅影響喎嗱。因為譬如我哋睇翻，如果今日係有咩情形之下比較多機會係賺到25萬以上，要俾高啲嘅 capital gain 嗰個 rate 咧，
嗱，通常你可能買樓啦，咁通常你買樓嘅時候，當然就係話你係可能有唔同嘅收租物業啊，有土地啊，咁佢呢個影響咧係會比較大啲嘅。如果一般人咧，一般家庭啊，你話譬如買股票基金啊，一年係賺多25萬以上多唔多呢？其實應該就相對少啲。咁根據聯邦政府嘅數據呢，淨係得0.13% 左右嘅人呢係會受呢個政策影響嘅啫。咁我哋聽落去0.13% 就唔係好多啦。咁但係可能都唔關我事啦，可能我都冇乜資產嘅喎。咁但係諗下，如果你今日諗下就話啊，如果我父母係有資產去留俾我哋嘅時候，咁突然之間就會變咗你嘅資產大咗好多啦。如果將來你去做買賣嘅時候咧，你都有機會變咗係0.13% 呢個人嘅喎。所以其實呢個稅務政策其實隨時對我哋每個人都會有一個重大嘅影響嘅。喺呢個新嘅稅務政策裏邊咧，其實對加拿大嘅經濟有啲乜嘢重大嘅影響咧？嗱，如果我哋喺帳面嚟睇咧，你收多咗稅，咁你加拿大個庫房收益咪會多啲咯。但係如果我哋未睇到個影響咧，其實可能對而家加拿大嗰個經濟咧，可能其實都會雪上加霜嘅喎。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原因咧，可能有啲人會就係話如果個 rate 係會咁高，我將我手頭上嗰個物業快啲變賣咗佢先啦。咁你會變咗就會係供過於求，咁可能個樓市亦都會有影響啦。咁亦都係將啲基金係可以快快脆脆賣咗佢啦。咁當然亦都有啲人覺得就話，你賺到錢係應該要俾稅嘅，亦都可能會揸住，亦都會唔理佢，亦都有咁嘅情形發生。咁喺公司嚟講嘅時候咧，我亦都會覺得就係話啲人咧可能未必會繼續喺加拿大裏邊做一啲好重要嘅投資啦。雖然我哋知道就話俾多啲稅，其實呢啲稅錢其實都係可能會翻喺我哋裏邊嘅住屋環境啊、生活，但係本身嚟講其實冇一個人係會想話俾多啲稅。咁所以我覺得呢兩方面咧係都會對我哋加拿大嘅經濟有一個重大嘅影響嘅。哇，咁聽落其實都會有啲驚同埋擔心㗎喎。咁 Kinson 你會有啲咩建議呢？第一個建議咧就係話點樣去估算而家你潛在嘅稅收負擔啦。咁第二個建議咧就係調整你嘅投資策略。但係咧，其實喺 capital gain 嘅稅收嚟講咧，就算佢今日去增加到66.7%咧，喺咁多種投資嘅收益裏邊嚟講咧 capital gain 已經叫最着數㗎咯喎。因為譬如話我講過啦，譬如話你喺 interest income 裏邊嗰個inclusion rate 係100%，而家 capital gain 係50%。咁但係咧，我哋可以睇翻就係話，之前我哋有條片就係講 SWP 嘅利息個 inclusion rate 嘅收入啦，其實係可以有機會降低到20幾個%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可以會建議我哋 client 咧，如果今日做嘅投資咧，係會用一個 SWP 嘅形式去點樣幫佢個 inclusion rate 係去減低，從而咧係將稅收咧亦都會減低嘅喎。好啦 ，Cynthia， 你問完我個意見啦，咁而家我就想去問大家觀眾咯喎，你對呢個政策有啲咩意見呢？歡迎大家喺呢個留言俾我哋，大家一齊分享下喎。咁作為新手媽媽嘅你咧，以下呢段內容咧就其實對你呢個係好大嘅影響嘅喎，咁咧你要留意去聽啦。咁其實除咗房屋之外咧，咁新嘅政策咧包括有啲托兒啦、兒童教育啦、醫療啦呢啲咁嘅福利嘅。咁其實過去嗰幾年咧，政府新出咗一個就係10蚊 daycare 嘅政策啦。咁其實就係都幫助咗好多喎。咁其實政府咧而家就話咧，再整多啲10蚊嘅 daycare 俾大家。咁咧多啲人係可以享受呢個福利嘅時候咧，咁屋企人咧就可以係多啲去翻工啦。因為其實我記得我自己有小朋友，10幾年前有小朋友嘅時候咧，佢哋 daycare 咧係講緊接近1200蚊至到1500蚊一個月。咁所以其實而家10蚊 daycare 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會幫到好多唔同嘅家庭嘅喎。咁頭先講完10蚊 daycare，可能對你而家貼身關係啲啦。咁其實另外一個政策咧，就可能對我而家小朋友有幫助啦。咁其實喺嚟緊呢5年裏邊咧，投入10億加元啦，去啟動一個全國性學校嘅食品計劃。咁其實簡單嚟講咧，就係啲學生係有機會有免費飯食嘅。好嗱，啱啱聽過 Kinson 講緊2個 point 啦，咁其實我都想講一講咧，就係因為喺呢一個預算案裏面，喺 RESP 裏面都有少少嘅修改啦。咁如果講緊 RESP 係乜嘢嘅話咧，對我嚟講咧就真係新鮮滾熱辣啦！啱啱都幫我嘅小朋友開咗一個啦。咁呢一個儲蓄計劃咧，就係幫我哋嘅小朋友去儲錢啦，唔單止係可以喺裏面咧有增長啦，咁但係同時亦都會有政府嘅津貼，裏面係就係有 Canada Learning Bond 啦，又或
或者係 CESG 呢兩樣嘢，都係對我哋係好有關係嘅。嗱，Canada Learning Bond 咧，裡面我哋嘅最高終身金額咧就係可以擺2000蚊入去啦。咁呢啲咧就係可以幫助一啲低收入嘅家庭嘅。而我哋講緊頭先嘅 CESG 咧，就係當我哋每一位家長啊，又或者係屋企人可以幫我哋個小朋友儲錢嘅時候咧，喺裡面政府都會津貼最低咧就係有20% 嘅 matching 俾我哋嘅。咁所以點解唔去開一個 RESP 嘅 account 咧？就係幫我哋個小朋友去儲錢讀書咧。咁而家講一講個修改係乜嘢咧？就係話有啲人咧可能就會唔記得去開一個 RESP，miss out 咗呢一啲咁好嘅優惠啦。咁所以政府就係話，如果我哋真係冇開到呢個 account，喺個小朋友4歲嘅時候咧，其實已經自動可以幫佢儲起呢個 CLB 㗎啦。咁但係點解要需要去揾我哋去幫佢理財呢？有好多時唔單止係要擺啲錢入去呢一個戶口裡面嘅，我哋都要諗下，其實嚟緊嘅10年、15年，我哋幫小朋友儲錢係咪淨係1蚊1蚊咁樣儲入去呢？可能我哋係話想有個理財策劃師，又或者係理財顧問幫你去做一啲投資，就唔好嘥咗擺咗嗰啲錢喺裡面，咁多年咧都冇去增長嘅。所以對我哋呢啲新手媽媽又好，又或者係未開 RESP 嘅父母咧，可能都要開始就係留意下點樣去幫佢小朋友去開始儲錢啦。咁其實簡單嚟講，呢個真係一個免費錢嚟嘅。咁如果你早啲攞，就可以早啲喺裏邊做投資，因為其實 RESP 裏邊咧每年增值都係唔需要打稅噶嘛。咁其實呢個咧亦都會將來會幫到小朋友讀書咧，係攞翻出嚟嘅時候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咯。咁喺醫療方面咧，就嚟緊5年就會用15億咧，就推出一個全國藥物保健計劃，補助加拿大嘅處方藥物嘅。咁第一階段咧就會有2種藥物會提供補助先嘅，第一隻就係糖尿病嘅藥啦，第二樣咧就係避孕藥啦。另外咧亦都會撥款咧5億加幣咧去幫助社區為啲年輕人有更多精神健康服務嘅。今日我哋喺呢條影片裏邊分享咗最近呢個預算案咧對大家有邊3樣嘢係最大影響嘅。第一樣嘢就係將個 capital gain 嘅 inclusion rate 提高咗啦，第二樣嘢就係首次置業啦，第3就係兒童福利啦。咁當然啦，喺呢個預算案裏邊咧有好多嘢咧係會大家有影響，但係我哋都未必會講出嚟嘅喎。如果你睇完呢個預算案，如果你又覺得有啲乜嘢係對大家有影響嘅時候咧，歡迎喺下邊留言俾我哋，大家討論一下嘅喎。係啦，咁如果你都係諗住買你第一間物業嘅話，亦都係諗緊點樣可以快啲儲到你嘅首期啊，又或者係諗緊點樣去貸款嘅話咧，不妨咧就係揾我哋去同你傾一傾，計下你而家嘅 budget 係咪可以適合做到呢一樣嘢，亦都係可以等我哋話俾你聽，用邊一個 account 係可以幫你快啲去儲到錢，例如係話 TFSA、FHSA， 點解話 RRSP 係對你最好嘅咧？不妨就係可以快啲同我哋預約啦。另外有啲乜嘢 topic 大家係想睇多啲，係可以幫到大家嘅理財生活嘅呢？不妨大家留言喺下邊，我哋會拍多啲好片俾大家嘅喎。多謝大家一直支持我哋嘅頻道同埋睇我哋嘅片，下次再見，拜拜。如果想完善制定你嘅財富投資、稅務、退休保障同埋傳承策劃，而家有個優惠分享俾你啦！即刻掃呢個2維碼領取優惠。我哋嘅持牌顧問會為你喺加拿大做一個全方位嘅財務分析，為你提供專屬1對1嘅個人理財同投資建議，絕對唔使諮詢費用，仲唔即刻行動？如果你未 ready 做諮詢或者有其他疑問，可以 WhatsApp 我哋了解更多㗎。如果今日呢條片可以幫到你，希望你可以撳個 like 同埋俾個 emoji 星星俾我哋，幫助我哋嘅 YouTube 演算法，亦都可以睇埋呢條片同埋呢條片，同埋 share 俾你哋嘅朋友。多謝大家繼續支持 Novella Wealth。